各位老铁粉丝，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让设计更简单。那么这期课程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通过气缸去带动一个滑动副，那么实现一个90度翻转抓取物料的一个机构。好，首先我们在设计一个机构的时候呢，你必须明确这个动作啊。我们一切的这个机构都是围绕着动作而来的。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场合通过这个吸盘呢去抓取某一个物料，这个物料呢被卡在一个料仓里，是吧？好，依然卡在料仓里，你就必须要注意，我这个吸盘往外抓住以后，能不能说咱们直接就翻转一个90度？不能，因为正常情况下，我要为了保证能吸紧这个物料我这个吸盘呢都得进去往里怼一下，你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再往外拽，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吸盘呢抓着这个物料如果你直接旋转的话，这个物料呢和你这个料仓之间肯定是要发生干涉的，所以我们呢需要它先给拽出来，然后再进行一个翻转，对吧？好，所以呢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关于这个连杆机构的尺寸如何去定义呢？在我们这个系统课程当中都有讲解啊。那么需要的同学呢，你待会儿注意一下我这个视频的结尾那么这里想说的呢，就是这个凸轮槽我们如何去设计大家看，我现在这个凸轮槽呢设计的就比较 OK， 它过渡的呢非常圆滑没有任何的这个干涉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会卡的一个现象。首先你要知道，咱们这个凸轮槽呢。它必然是留有间隙的。那么这个间隙范围呢，像这种低精度的场合呀，它对这个精度没有什么要求你给它留一个5到10个丝就算比较高的了如果就这已经算精度要求比较高的了。如果你想这个减小一些这个加工成本是吧？或者呢你没有精度要求你只需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呢，那么这个间隙呢一般是可以留到8到15个丝也是可以的。首先机械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间隙它肯定不会运动，对不对？所以就很尴尬，你留间隙它精度达不到你不留间隙它又动不了。但是咱们也有办法解决，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说你真的就要求定位精度呢，其实呢咱们可以做一个2次定位。什么叫2次定位呢？就是这个槽它照样有间隙，但是在它这个末端我们会怎么样？给它是吧？做一个收口，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一个喇叭口，你可以这样理解，是吧？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你这个轴承运行到极限位置时有这样一个收口去卡住你这个圆，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存在任何间隙了但是我们这种场合呢并不需要我先不作为重点去讲解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呢就是关于这个凸轮槽呢它在这个拐角处的一个圆弧大小我们应该如何去确定首先呢这个槽呢是通过一个切除特征我去切出来，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图它有什么特点。好，大家看这个小圆弧是吧？首先它过渡的位置肯定得有圆弧你不可能就这样过渡，它是很容易卡的必须有圆弧。这个圆弧大小到底有什么讲究你设计不好，它要么是有间隙，要么就卡。它什么情况下会有间隙，什么情况会卡呢？那么我们这个小圆的这个半径又是这个圆弧半径又是怎样确定呢？好，首先呢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咱们的轴承它的这个直径是多少？是吧？咱们轴承的直径是42，也就是半径是21。那么首先你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外圆弧它至少要大于21，是吧？你不能比轴承的这个外圆还小，这个都理解你这个圆如果比轴承的半径还要小，那么这个轴承是100%要卡的那么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就是这个轴承的半圆直径呢，就约束了谁呀？约束了这个圆的一个下限，就是说你不能低于21但是你不可能正好涉及到21我们一般呢都会给它放大1倍，所以我这里呢给了一个42那么再来说这个小圆弧半径和大圆弧之间又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关系大家记住，这个大圆弧的半径减去小圆弧的半径应该等于什么呢？应该等于这个槽的宽度这个槽的宽度是多少呢？是30，我看看应该是32吧。R16 32那我刚才说错了那这个轴承是R16，也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大圆弧的 R 要大于16即可不是21。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槽宽是32那么我这个小圆弧的半径呢应该用42减去槽宽就是小圆弧的半径就得出来了，好吧？那如果你不满足这个要求，比如说小圆弧不变小圆弧是10，但是这个大圆弧你看我给它减掉一些，32变成32了我们看一下会怎么样。好，回到这个模型当中我们来走一走看一看大
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这明显出现了间隙，对吧？这个位置明显是出现了间隙。啊，这好吗？这不好，是吧？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如果说呢，这个圆弧大于42了，是吧？刚才是42是正好，对吧？不会出现间隙，也不会卡。如果说现在给它设为70，大一点，啊，大一点，你待会儿看的效果比较明显。来，你会发现什么？来，这明显已经干涉了，是吧？明显已经干涉了，拿眼都能瞅出来，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凸轮槽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你要注意，如果这个你大 R 想过度圆滑点，给70，那么这个，那么什么？那么这个内圈的这个小 R 呢，你就得给它多少？70减去32，应该是等于70减32，38吧，是吧？你就得给38，啊，这样的话过渡呢就更圆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好，现在应该不存在干涉了 ，OK， 不存在了，而且过渡非常圆滑，好吧？那么关于这个凸轮槽过渡位置的一个设计呢，我呢就先分享给大家呢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视频的朋友们呢，可以继续关注啊，大家的关注与支持呢，才是我更大的动力啊。好，感谢大家。